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收看 Easy Mandarin 中文播客啊。现在呢是中午12点多了啊，我准备要吃饭了啊。这个时候和大家聊一聊啊，聊一个话题吧。这个话题其实是我最近一个感悟吧，就是我们人到底真的那么在乎真相是什么吗？说的好像有点虚啊。其实呢，我可以从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出发，给大家讲一下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感慨或者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其实我平常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看这个新闻啊、事件这么一个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挺在乎，但现在我发现，我不想让自己脑子被这些消息所充斥啊。而且我觉得被这些消息所充斥的脑子，其实让我很难静下心来，去思考一些真正值得去思考的事情，去真正的去做一些对我有益的事情啊。但是现在这个世界，这种自媒体的世界，它会把很多消息不断推到你的跟前，而且现在这种 APP 的设计啊，它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地方啊，就是它会不断把你好像你内心深处会想了解的东西推到你的眼前。而且这个时候就是不只是这一点吧，我觉得它的这种推送机制就是不断的把东西推到你跟前。就像这个刷短视频啊，或者刷微博的时候，你看到消息，你就会不自觉的往下滑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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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时间过得特别的快，而且时间浪费的特别的轻松啊。浪费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完全是空虚的，完全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啊。我扯的好像有点远了，就是大体上我是不怎么做这些事情的，但有时候我也是一个正常人啊，有时候也会做这种类型的事情啊，也会在浪费时间啊。这个星期有一个热点，就是让我又花费了一些时间，我大概看了一下，我其实觉得有点挺无聊的这么一个热点，而且不止无聊，我觉得有点过于歹毒。是怎么说呢？这个热点其实可以从很多方面去切入，而且我觉得都可以说出一些东西来啊。首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热点呢？这个热点就是中国有一个男星叫做黄磊啊，他曾经是一个演员，后来又在这个电影学院当老师，后来出来做综艺。综艺里的人设是很聪明、很狡猾，就是很懂人情世故的这么一个人啊，脑子反应特别快。另外呢，他又做了一档这个节目叫做《向往的生活》，他在里头就是做饭啊，展现了自己做饭的这个才能啊。当然，你不能把他的这个做饭能力和一些大厨去比较，但是我相信他在这个艺人里头啊，就是演员里头，应该是做饭比较好的了，所以他才能去参加这么一档综艺节目啊。这档综艺节目好像连着播了6、7季吧，今年还是去年的时候终于完结了，不再更新了啊。之前大家对他的这个印象都是算是蛮好的吧，但零零星星总是也有人说他，比如说太爱装，对吧？甚至瞧不起别人等等啊，瞧不起一些年轻人等等啊，反正就是说他心思太深啊。但是之前这些只是零零散散的这么有些人的想法而已啊。比如说我老婆就不怎么喜欢他，其实我一开始对他还是有些好感的，毕竟他展现出来是那种文艺青年的状态啊，我之前也是一个文艺青年呢。但渐渐的，就是这个星期，应该是从上个星期开始，他的风评急转直下啊，就是突然之间啊，网上就出现特别多的短视频，他们都从同一个角度切入去攻击这个男演员，是从什么角度呢？就说他其实根本不会做饭，而且就是当时录综艺的时候，很多嘉宾去吃他做的东西，其实一点都不享受，都是装的啊。而且可能是迫于他的淫威等等，反正是这种事情啊，就是这种类型的这个视频，就像病毒一样，快速的复制传播啊。很快之间，这个男明星的整个形象崩塌了啊！大家也在那个短视频的不断洗脑下接受了这些事实，而这些短视频它其实是一些通过本来有的综艺节目剪切出来了，然后带有一些引导性的话题，一些惊悚的标题，
一些恶意的揣测，还有一些罔顾事实的推测、判断，把人们的思想往那方面去引。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为什么不觉得他们是真理的追寻者啊？就是把一个其实很虚伪的人啊，把他打碎呢？因为我自己也看了一下这个短视频，我觉得太扯了。因为我自己也做视频，我知道这个剪辑是能把很多东西无中生有的，本来没有的东西，你拼凑在一起，本来没有的意思，你拼凑在一起，都能无中生有一些意思。但是其实现代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呀，就是我们每天接收的很多很多信息都是这样制作出来的，都是这样制造出来的，批量生产出来的，就是为了挑起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我不知道是什么趣味，低级趣味、高级趣味、无聊的趣味，就是像不断喂给我们吃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吃这些东西，但是他们被送到了我们面前，就像一些快餐食品一样，我们觉得看起来还挺好的，吃，但是它对我们真正有用吗？有利吗？能带给我们任何的真正的思考吗？或者能带给我们一种头脑的训练吗？都没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让我们的这个一天的生活变得更充实呢？也未必吧。这种充实感，这种很多垃圾食品吃后产生的这种充实感，这种饱腹感，它很容易带来一种空虚感，因为空虚感就是紧随其后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形成这么一个状态。我其实记得在我年轻那会儿，可能还会看看报纸，还会看一些这种门户的网站啊，门户的网站的里头那些新闻还是正儿八经的一些专业的从业人员去写的，就是他们是受过训练的，写这种新闻的这种题材。但现在其实这种所有的门户网站都已经消失了，所有的新闻都是以这种噱头啊，这种狗血啊，甚至是恶意揣测啊等等这种方式去写出来，大部分都没有任何的价值，大部分就是垃圾垃圾。而且想想看，我们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接受这些东西，都在吸收这些东西，而这所有东西在我们脑子里是不需要消化，对，在我们的脑子里，在我们的肠子里，在我们的胃里都是不需要消化的，直接可以排出去的。其实中国人说脑子越用越活，就是这样回事。你不用脑子，你脑子越不用，它越不活，它会生锈，它慢慢的就失去对事情的这个判断能力，你就会很被动的去吸收很多很多东西。其实被动的去吸收的东西，它其实对你脑子一点用处也没有，它可能只会让你的脑子更为愚钝。因为在被动的状态下，你去纯粹的去吸收东西的话，吸收这个资讯，吸收一些刺激，对不对？这些刺激它其实只是为了满足你短暂的这种愉悦感，对不对？他们对你整个人没有任何益处。但是现在我们就知道这种东西它其实是大量的广泛的存在着，在我们的世界已经充斥着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它不是缺了什么，而是太泛滥了，很多很多东西都太过泛滥了。我们有没有好好想过自己在什么时候有沉下心来去看一些东西，去思索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去真正吸收一些真正有益的知识，然后把这些知识吸收之后，给你提供一个看待事件的另外一个角度。而且我觉得吸收知识能带给你不只是一个角度而已，它能带给你更强大的整合能力。这是我特别特别看重的，就是我们不管看这个历史、政治、经济等等各方面的东西，它不是单一的，它是可以整合到整个世界的认知里头，就像一把把手术刀一样，把这整个世界从不同的角度给你切开一条缝，让你能看清里面的世界的真相。
真实的样子。我们要能从更多的角度切开更多的口子，我们当然能看得更清楚。因为我觉得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为了去经历、去感受、去认识世界，从而最终认识自己。因为我们自己这种东西，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都是最难以认识的。其实最难以认识就是自己。要认识自己的话，我觉得首先你要认识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当然现在说的有点有点虚了，形而上的东西已经上来了啊。就是我想回到最开始这个话题，这个主题，就是大家真的在乎真相是什么吗？大家真的在乎每一件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吗？还是我们盲目的去接受一些资讯，接受一些喂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在大而扩之，我们真的在乎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吗？假如我们人类不是那么在乎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我们人类就不可能在几千年的历史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甚至在近500年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飞跃，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真相有一种探知的欲望，我们不满足于我们现有的知识。假如我们人类不断的被这些外部的这些虚假的信息不断的被他们所淹没，我们不断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丧失了判断能力，丧失了这个求知欲，丧失了对这个世界真相的一种想了解的欲望，那么我们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会相当的悲哀呢？对不对？好了，今天有点严肃啊，这个其实就是我的风格啊，真的喜欢聊这种形而上的东西。那么好了，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拜拜，下周再见。